活塞齿轮、长枪大炮，这是机器人动画里最常见的组成元素。相比之下，恶舵、触手这些要素，怎么看应该都更像是隔壁队魔人里会出现的东西。不过，在漫长的高达系列中，仍然出现了一台画风诡异的机体，凭借在生物与机械之间反复横跳的质感，一口非常健康的大黄牙，以及无处安放的触手，成为高达系列最异色的反派。他便是高达首席恶舵之人GDG009X 恶魔高达。作为高达系列画风最咸湿重口的反派 BOSS， 恶魔高达拥有着无比强大的背景设定。它的原名叫做终极高达，由多蒙的父亲雷藏卡修开发的终极高达，原本是一架设置有大型推进器以及数据腿部的 MA， 其最大特征在于具有自我再生、自我繁殖及自我进化的3大理论技能，打不死、杀不尽，还一直在变强。如此过分的设定，恐怕也只有超级系会出现了。作为机器人动画的保留节目，凡是身上没点限制器的，要你命3000，最后100%不会按照制造者的想法运行。所以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原本是以改善地球环境为目的，由新日本所开发出来的终极高达，最终由于昭和过头的军官硬插一脚，想要抢来当做武器使用，不得已从宇宙逃到地球。但是搭载了如此逆天性能的终极高达，却由于在降下地球的过程中遭受剧烈的冲击，摔坏了脑壳，导致失控。可见牛顿才是跨越无数世界的终极强者。失控的终极高达被打开了触手与恶舵的新世界大门，并且还成为了男女通吃的双向插头。饥不择食的用触手吸收了一起掉下来的多蒙的哥哥京二卡修，用来当做生体单元核心，并且变化为恶魔高达。恶魔高达结合3大技能，可以放出一种名叫恶魔高达细胞的物质，这种简称低级细胞的玩意儿，能引起横跨生物与机械的生化危机。人感染到就会丧尸化，而3大技能同样适用于被感染者，因此 MF 感染到就会拥有无限再生的能力，有些机体还会获得强化，也因此仍然有许多人冒着失去自我的危机，自愿被低级细胞侵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以一台以搞环保为终极目标的机体来说，恶魔高达的性能不管怎么说都过分强大了。当它在圭亚那高原出现时，机体已经呈现介于生物与机械之间的样子，血肉与鲜蓝纠缠在一起，整体画风变得愈发咸湿重口，甚至拥有一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口。不过说真的，就这一口色泽金黄、参差不齐的牙齿，不考虑预约一下牙医吗？在动画里突然出现在第13届高达武斗会，让大会陷入混乱的神秘机体，就是这架恶魔高达。以包含生物要素的低级细胞所构成的本机，可以将吸收到的各种物质转化为力量，为了抹杀人类而行动，可以说机如其名，有如恶魔般的恐怖机体。但就算如此，恶魔高达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需要一个人来充当作为其核心的生体单元，并且最好是拥有孕育生命能力的女性。不过平权斗士恶魔高达并不很在乎这个，在他面前男女平等，所以他的第一任生体单元选择了近在咫尺的京二。恶魔高达的幕后操控者是这一代的环保先锋。在看到地球被太空奥运搞得满目疮痍后，新香港高达斗士亚洲天王东方不败，他企图利用这架机体抹杀长期以来不断破坏着环境的人类，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其后虽然被多蒙卡修除去生体单元而暂时停止活动，东方不败也被多蒙击败，师徒2人再次和解。但靠着昭和风、搅屎棍、乌尔贝石川，重新提供多蒙的暗恋对象深村绫当作生体单元而再度复活。此时不只是整个新日本殖民地遭到寄生，甚至还要吸收地球。多蒙为了解救灵以及阻止恶魔高达的行动，驾驶神高达入侵了恶魔高达的内部，所以为了排除神高达，此时诞生了最终形态的恶魔高达。以生体单元独立存在的这个形态，不再具有笨重的庞大体积，而是变成以机动性为主的形状与构造，将深村绫吸收并作为生体单元的恶魔高达。其主要的武装是装备在肩部的一款被称之为恶魔手指的爪钳兵器，其破坏力之强，甚至足以一击将称霸第13届高达武斗会的神高达给打飞了。另外还可以从恶魔手指或肩膀的排气口、胸部等部位发出各种光束攻击。由于这些都是因为低级细胞的运作而产生的武器，因此其形状与威力会经常产生变化，借此来提升攻击力。只要深村绫还有生命力，就可以半永久的持续使用。生体单元被固定在胸部的装甲内，由于低级细胞的影响，被恶魔高达吸收的深村绫全身金属化，经由这种状态下提取绫的思维用来反应及驱动机体，是恶魔高达的
的运作机制，亲自把女孩子变成自己的人助力，用触手封印在自己的胸腔内。其实类似的设计在特摄片之类的地方并不罕见，但恶魔高达是第一个将其带入高达系列的，不愧是一代恶堕宗师。借由低级细胞所构筑而成的恶魔高达，虽然就理论上来说外观可以自由变化，不过本机通常仅维持在2种形态内，一种是具有4肢的 MS 形态，另一种则是将脚部零件折叠收纳的 MA 形态。下半身折叠之后，有如高达脸部造型的这个 MA 形态，然后本体的上半身会以一种脊髓脱出一样的猎奇姿势从高达脑袋里伸出来，让原本就诡异的造型更加奇怪。借由内部搭载的大出力推进器，获得了充分的飞行能力，所以即使是身长超过20米的恶魔高达，也能够发挥出灵活卓越的机动性。恶魔高达的 MS 形态主要是用在对应近身格斗战，而 MA 形态则是负责对应中远距离的射击战斗。这款机体被设计成无论在任何战况下都能引发出最大的性能，在对抗神高达的战斗中展现 MA 形态的恶魔高达的最终形态，被认为是高达脸部护甲的下半身，其巨大的程度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其实严格来说，此时出现在多蒙面前的恶魔高达应该更类似于恶魔高达体内的白细胞，负责排除进入巨大躯体内部的敌人。只不过这台同时作为核心的恶魔高达最后却被迫在特等级关里了。多蒙全球直播的世纪表白，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真爱解除了恶堕状态，被小两口一发狗粮识破天津拳送上了天，创纪录的成为了本系列第1位，现在和以后也多半都是唯一位的因围观小情侣当众虐狗最后被狗粮噎死了的大反派，实乃单身狗之典范。在基世纪的游戏里，游戏制作组还原创出了一台恶魔高达末裔恶魔高达 GR， 据说其诞生于恶魔高达被击毁后，那些残留下来的死亡军团经过独自进化后合体而成。这台机体一天到晚都维持着一个让人看了脑淤血的倒栽葱姿势，虽然体积上比恶魔高达更加小型，但是却具备了极高的性能，能够控制恶魔高达4天王模样的浮游炮进行攻击，此外还拥有对人类进行精神操控的能力。与恶魔高达为了地球再生而抹杀人类的思考方式相比，本机的目的变成了更进一步的为了地球再生而奴役人类。在第13次机动武斗大会数年后，恶魔高达之子再度向着人类发出了挑战，并且据说本机也像恶魔高达一样，需要女孩作为零件进行自我增值、自我再生、自我进化，只不过颜值方面只继承了恶魔高达诡异的一面，导致这台机体画风更像隔壁魔神 Z 里出场的单元怪。当然了，作为著名反派机体，恶魔高达自然也少不了作为梗在别的作品里出场的机会，只不过那个动画比较特殊，在宝可梦日月的动画里，真主角火箭队闹出了一台喵喵版恶魔高达 DX， 甚至连操作系统都做到了完美复刻，对着几位女角色触手伺候。好在日升没有迪士尼同款法务部，不然东映怕是要被律师函警告。当然了，这台恶魔喵达显然没有原版那么强悍，最后也是吃了一招宝可梦版狼情惬意拳，再次迎来了那个刻在 DNA 里的结局。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